磨蹭什么？医生都等半天了，卖点血就能救我弟，你还是不是男人？莫招娣，卖血，我这是重生了。招娣，你帮帮我，你帮帮我，我的病不能再拖了，你借点钱给我做手术吧，我以后打工还你。哎，我说王大傻子，你现在又老又病，拿什么还钱？哼，想乞讨就去马路边，别来我家。我的肝病就是因为卖血救你才得上的，现在说这话，你不怕天打雷劈吗？还有你，莫招娣，从你读高中到上大学，所有花费都是我们家一直供着的。你毕业之后退婚也就算了，现在还要见死不救吗？王大傻子，你一个臭农民能攀上我姐这个大学生，那是8辈子都修来的福分。出点血，出点钱怎么了？我姐退婚又怎么了？她不退婚，难道跟着你这个泥腿子过一辈子吗？要怪就怪你们一家子都是蠢蛋，看不明白。王大力，当年要不是被婚约困住，我早就出国了。你耽误了我一辈子，现在还有脸提？困住你，明明是你用婚约吊着我，图我家的钱。眼不见心不烦，给他200块钱，赶紧打发了。滚滚滚，别赶我家门口。你弟弟在赌场出老千，被人抓住打死也活该。我凭什么救他？王大力，那是你小舅子，叫了你这么多年姐夫，他要是有什么3长2短，你信不信我马上就去你家退亲？上一世，这个臭女人就是用这招吃定了我，不断吸我们一家人的血。这一世，你们休想再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休想再攀上我王家这门亲。这个臭女人就是用这招吃定了我，不断吸我们一家人的血。这一世，我一定要让她加倍奉还。一言为定，双喜临门啊！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说你弟弟最好早点死，婚你也赶紧退，我等不及了。晦气，这王傻子又犯浑了，得先稳住他，救出小弟才行。好了，大力，别闹了。这次卖完血，我答应和你去看电影，还不行吗？这次真是亏大了，待会儿一定要让医生抽多点血，才能弥补我的损失。那这是你送我的新自行车啊！我都说不要了，你还硬要送，万一别人以为我是物质的女孩子怎么办？既然如此，你怎么不卖了车救你弟弟，反倒让我卖血救他？这是一回事吗？卖血只是我对你的一个考验，如果你连这点诚意都没有，以后我还怎么敢嫁给你？好了，大学生，既然你不想要，我就拿回家去了。王大力，你要做什么？这是我的自行车。什么你的？你试试看叫他一声，他会答应吗？王大力，你今天要是走了，我就去你家退亲，再也不理你了。小小泥腿子，还不是任我难吗？王大力，你现在跟我道歉，然后马上进去卖血，我就勉强原谅你了。不过看电影嘛，就暂时别想了，得看你后续的表现。我记得这个手镯也是我妈给你的。王大力，你给我等着！大力去哪儿了？当家的今天一大早，招娣就来找他逛街去了。看来招娣准备去上大学了，对大力也是十分舍不得呀。你说招娣考上了大学，模样又生得好，怎么就看上大力了？也不看他是谁的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虎父无犬子吧。老不正经。当年你不也是一眼就相中我了？这门亲事什么都好，就是供招娣上学要花的钱太多了。怕个啥？现在主张按劳分配，干得多，挣得多。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干得动，说什么也要让儿子娶上个好媳妇儿。上一世，爹娘为了供莫招娣上大学，拼命干活，最后落下一身病，早早就去世了。感谢老天爷，让我有了这次弥补的机会。娘，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呗，这么大个人怎么还哭鼻子？又和招娣闹别扭了？不是妈说你啊，招娣考上了大学，
心气高很正常，你得让着他一点，知道吗？这不是招娣的自行车吗？你怎么骑回来了？爹，娘，您二老先别着急，咱进屋说。你这孩子神神秘秘的。我和招娣掰了。娘，喝口热的，身子好得快。儿啊，你只要跟招娣和好，娘这病马上就好。娘，莫招娣为了给他那个赌鬼弟弟填窟窿，逼着我去卖血，您还帮他说话呢。这是30块钱，你拿去救莫小宝。这应该是家里最后的钱了，绝不能给。爹娘，咱家一年辛苦到头就赚那么点钱，全给了那家白眼狼，图什么呢？趁早断干净的好，还有这几年借给他们的钱，也得全部讨回来。还图什么？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招娣一个吃公家饭的大学生，能看上你一个泥腿子，那是咱家祖坟冒青烟，可不得好吃好喝供着。爹，她还没嫁过来呢，而且肯定也不会嫁过来，她只是用婚约骗咱们的钱，这是骗婚。你瞎说什么？招娣读了那么多书，怎么会做这种事儿？你到底去不去？哎，当家的，你别这么大火气，气坏了身子怎么办？大力啊，小俩口床头打架床尾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听你爹的话，拿上钱去把小宝带回来，再和招爹说2句软乎话，那就没事儿了。爹娘，你们儿子不是没人要的废物，给我1年时间，我一定给你们带回来一个比莫招娣优秀100倍、1000倍的儿媳妇。哼！你以为娶媳妇儿光靠一张嘴，没有钱谁会跟你？爹，凭我这双手，一定能挣到钱，您就瞧好吧。当家的，这可怎么办哟？倔驴一头，让他吃苦头。上辈子在罐头厂做技术员的时候，这黄桃可是重要原料，去看看，没准能有收获。哟，七叔，这黄桃长得比拳头都大，您怎么还坐这儿摊上气了？是大力啊，不守着你那大学生媳妇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别提了，七叔，我和他掰了。哦，你以前可是恨不得天天跟在莫家丫头的屁股后面转，怎么还能掰了？那是我以前眼睛瞎，现在已经迷途知返了。别的不说，就他那个妈，一般人可受不了。七叔，这咋回事啊？去年老板抢着要收购黄桃，根本不愁卖。今年我把棺材本都投进去了，结果倒没人来收了，我还欠着一屁股肥料钱没还呢，可亏死我了。其他人的呢，也都没卖出去。可不是嘛，丰产不丰收，愁死个人哟。这批黄桃个头成熟度都符合做罐头的标准，我只要能搭上罐头厂的线，这满山的黄桃那就是金山银山啊！七叔，我要是能把桃都卖出去呢？我说大力啊，叔年纪大了，你可别拿我逗闷子了。七叔，这种大事我怎么会开玩笑呢？你要信得过我，我马上开干。成，就冲你舍得放弃一个大学生媳妇儿，叔信你一次。千万小心，这桃子软，下面的茅草垫厚点，轻拿轻放。好嘞，大力哥，咱们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大力，叔全拜托你了。叔，放心，我尽力。好你个王大力，有力气在这搬桃子，都不愿意卖血救小宝，害得我们家白白出了那么多钱。王七哥，刚才你和大力他们在忙什么呢？哎，大力哥，你在罐头厂还认识人啊？现在不认识，不过待会儿就认识了。大爷您好，我们来给厂里送货。我不抽烟，你们送的什么货？我怎么没接到通知啊？大爷您看，这是我们村的黄桃，今年啊大丰收，但是没人搜购，可把咱们村的人都给愁坏了。听说罐头厂对水果需求量大，我们哥几个就拿着样品来碰碰运气。大爷您行行好，通融通融。年轻人，虽然我很想帮你，但是厂里有规定，
我也没办法。李大爷，李大爷，放他们进去吧，有什么事儿我担着。徐同学，刚才多亏有你，我们才能进来，实在是太感谢了。咱们是初中同学嘛，小事一桩，不用放在心上。这个黄桃做成的罐头真的很好吃吗？如果罐头能顺利做出来，我请你当试吃员，到时候你就能知道有多美味了。那我可真是太期待了。小姨忙着呢，自个儿玩去。放假回来就天天来骚扰我，你就没点正事儿要做吗？小姨，我可没有不务正业，这不给你拉来了一个大业务。张厂长您好，我是食堂村的王大力，想向您推荐我们村的黄桃。您看这果子皮薄肉厚，糖度适中，绝对能做出好罐头。这黄桃是很不错，只可惜我不能收。哎呀，小姨，既然果子是好的，为什么不能收啊？你就当帮帮乡亲们呗。因为技术主任谢师傅生病住院，最近厂里产出的罐头品质都不合格，我已经下令暂停生产了，哪里还能消化多余的原料呀？小姨，你怎么不再请一位技术主任？这样停工停产，损失得多大呀？小丫头片子，技术主任哪一个不是工作几十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那可是每个厂的宝贝疙瘩，可不是树上长出来的，想请就能请得到。这些桃子怎么办嘛？再卖不出去，乡亲们可要急坏了。要不这样吧，拉来的黄桃我全收了，就当发给厂里员工福利。那些还在地里的就没办法了。那小姨最多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别再得寸进尺了啊！小姨最好啦。果体颜色偏暗，护色剂调配的比例不对，口感稀烂，糖水浑浊，那是煮太久了，糖水味道也有点问题。你既然能看出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可以试试。实在太谢谢你了，大力，帮我们厂解决了大难题呀！您太客气了，张厂长。咱们村那些黄桃，您看有多少要多少。张厂长，关于黄桃罐头的生产销售，我有些想法。臭小姨，臭王大力，把我利用完了就丢一边，讨厌死！小婷，大力想和我们厂签订一份合同，还要请你这位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帮忙呢。徐同学，拜托你。没问题，不过先说好啊，我的收费可是很高的。徐同学，收益分配这里你是不是搞错了？宁安罐头厂70%，王大力20%，谢前进5%，黄志军5%，这个分配比例没错啊。错了，应该是王大力15%，徐小婷5%。哎呀，你敢戏弄我？我说真的，就这样改吧。徐同学，你占5%。我也没做什么贡献啊，怎么能拿5%？要是没有你牵线搭桥，我们现在还进不来大门呢。这是你应得的。对对，徐同学，这是你应得的。还叫什么徐同学？叫大嫂。大力啊，你们这是帮哪个老板收桃子呢？收完七叔这里的，能不能也去我那里看看？可以啊，只要品质符合，我们都高价收。这王大力传起来了啊，肯定挣不老少。招娣啊，王大力最听你的话了，咱家为了输小宝出来，可花了不少钱呢，你得让这小子给补上。姐，妈说的对，
要不是王大力不肯卖血，我也不用遭这么多罪，得让他赔偿。可是昨天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要和我退婚。退婚？退什么婚？今儿一早，他老娘还送来几个鸡蛋道歉呢。他们一家可舍不得你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行，那我们去找他。好了好了，大家伙放心，收完七叔这里的，我就去你们那里收。好。我说王大力，你玩始乱终弃是吧？上辈子真是瞎了眼，怎么就没有发现这家人的丑恶嘴脸？去，滚一边去！别耽误我干活。仗倒大了是吧？敢这么和我说话？大伙儿都来看看呀！这里有个陈世北，对我家招娣始乱终弃，挣了点钱就翻脸不认人了啊！今天诸位乡亲都在，我正好把事情给说清楚，也劳烦大家做个见证。说我翻脸不认人，那我问你，自从莫招娣读高中开始到现在上大学，所有的花费都是和我家借的，你们还过1分钱没有？招娣可是和你订了婚约的，你们家出钱那是天经地义。好，既然如此，我爹娘年纪大了，那咱们就抓紧把婚事办了，让我爹我娘早点抱上孙子。我呸！想的倒是美。我家招娣是大学生，以后要吃公家饭的。你一个泥腿子说娶就娶，还得再考验几年，看看你们家诚意再说。哪有这样子？这莫家分明是把大力家当冤大头宰啊！可不是嘛，莫家婆娘年轻时候就不是省油的灯，泼妇一个把丈夫都气跑了，现在更不得了喽。还有这事呢？好好说说。莫招娣，你怎么说？我听我妈的。大家都听到了吧？不是我不想结婚，是他们家逼人太甚。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宣布婚约作废。王大力，你疯了！你不和招娣结婚，还能找到更好的？赶紧道歉！你看，大学，你见多识广，这是什么车？这叫斯蒂朋克牌汽车，美帝国主义生产的。当年尼克松访华呀，专门带了几辆过来，送给主席他老人家的。哎呦，那不得值个好几千块呀！头发长见识短的老婆娘，这车能用钱来衡量？县长够威风了吧？他都不一定坐过。子子，这车上坐的得是多了不得的大人物啊！咦，怎么是个姑娘？这怎么看着像是徐家的？对，就是徐家的。当年他爸妈带着丫头来咱们村的时候，还没葱高。心想，几年不见，长这么漂亮了。说什么呢？人家爷爷现在平反了，重回北京当大官了。高干子女当然出落得漂亮了。4、9城里的金凤凰怎么到咱这小山沟了？徐小婷，她怎么来了？招娣，你们当年可是同学，赶紧上去套近乎啊！人家指缝漏一点，就够咱吃上1年的。徐同学，大力哥哥，我找你玩来了。好你个王大力，攀上了城里的金凤凰，难怪想要解除婚约。凭什么徐小婷能坐小汽车，我回家还要下地干活？小婷同学，来帮忙记账，咱们早点收工。臭王大力，一来就指使我干活。先说好啊，记完账你要带我去抓鱼。听到了吗？这个城里没有想去抓鱼，到你表现的时候了。徐姐，我也会抓鱼，咱们走吧。你谁啊你？我只要王大力带我去，边玩去吧。徐姐，你别被王大力骗了，他和我姐已经有婚约了。这么说，你就是莫小宝了？对，你听过我的故事。那当然，对于你，我可是久闻大名啊。赵叔，这个人经常聚众赌博，把他抓回去审一审。姐，快救救我！我不要被抓，我会被枪毙的！放开我儿子！你有什么资格抓人？放开我儿子！大家伙儿，
我看谁敢动！你是死人！你小舅子！莫小宝这是聚众赌博，是违法犯罪。别说他不是我小舅子，就算他真的是，也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惩。各位乡亲，可别因为一个犯罪分子犯了糊涂对抗组织啊！王大力，你快让人放了我弟弟，不然我告你骗婚，把你也抓进去。骗婚？那不是你干的事吗？上面是你们一家欠我们家的钱，一笔一笔都有数的，别想赖账。你说多少就多少，我还说你欠我1万块呢。好，好，好，你们不认识吧？那我就去莫招退的学校举报，堂堂大学生骗婚借钱不还，看你这个大学生还能不能毕业。你想要干什么？你别乱来！签了他，我就不去举报。好，我签。那我弟弟这里，你弟弟是违法犯罪，我可无权干涉。徐同学，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了我弟弟？你求我呀！求求你，徐同学，放了我弟弟吧。嘿嘿，没门儿，求我也不行。姐，放救我！莫家的小叔被抓走了。王大力，这是攀上高枝，翻脸不认人了啊！把莫家收拾的那叫一个惨哟！去，老娘们懂个啥？大力带老板回村子收桃子，带大家发财，轮得到你嚼舌根？六婶儿，您就消停的吧，让大力听到不收你家桃，可就好玩了。不行，那可不行！丫头，你是大力的初中同学吧？属什么的？现在做什么工作呀？阿姨，我属马的，现在还在北京读大学。在北京读大学啊，那可了不得哟！妈，我们这正忙着呢，您先回去吧，不要在这瞎问了。丫头，忙完来家里吃饭啊，我杀鸡给你吃。小婷同学，我妈这人就这样，她说的话你别放心上啊。王大力，你什么意思？不欢迎我去你家做客吗？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哎，前妻，小心点，别摔坏了桃子。今天收了桃子8630斤，1斤挣5分钱，一共431块5毛。大家都辛苦了，这钱咱们平分了。小婷，这是你的。谢谢王老板。各位，饭做好了，都先别忙了，洗手吃饭去。小婷啊，来吃鸡腿。听大力说，这次多亏了你，才能和罐头厂达成合作，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阿姨千万别这么说，是大力哥为罐头厂解决了技术难题，才换来的大订单，我没起什么作用。真是个谦虚的好孩子，以后就把这里当自己家，一定要常来啊！对，嫂子，听王婶的，当自己家。越说越离谱了。来，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咱们以茶代酒，干杯！听说张艳芳这臭娘们找了个毛头小子，把技术问题搞定了。领导，不单单如此，他们还签了个销售协议，听说想把罐头卖到外国去呢。哼，想靠这批黄桃翻身，做梦！通知老李，他的病该好了，赶紧回厂里给这批罐头加料。领导，李师傅装病可以，破坏生产这么大的事儿，我担心他不同意啊。不同意？他那个贪污犯儿子，做好吃苦头的准备吧。明白，领导，我马上安排。
李师傅，得知您身体好了，我是万分激动，厂里实在离不开您啊。张厂长，我听说厂里有困难，放心不下，就过来看看。李师傅，最近厂里新引进了技术，正需要您帮忙把把关呢。我尽力而为吧。张厂长，对不住了。几位老板请看，这批最新的黄桃罐头，不但果肉形态饱满、颜色艳丽，我们还在糖水配比上做了重大改良，最大程度保留了黄桃原有的那股子鲜甜劲儿。我可以保证，这绝对是目前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高标准产品。什么味道？张厂长，这就是你说的好产品？大力哥，照这个速度，咱这月能成为万元户啊！只要咱们把好质量关，好好干，别说区万元户，当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也不在话下。我都听大力哥的，大力哥说能发财，那准能发财。大力哥，罐头厂出事了，所有罐头都被检查出不合格。工友们，张厂长偏听偏信，害得我们民安罐头厂的荣誉被那个农村骗子给毁了。今天我就要销毁这些垃圾，还要把那个骗子送去坐牢。把骗子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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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没看到厂里正在开大会吗？我就是你说的那个骗子，今天过来就是解决问题来了。花言巧语，保卫科人呢？给我拿下他！住手！先听听他怎么说。张厂长，这种时候你还是避嫌比较好。我只要没被撤职，这个厂就还轮不到你说了算。如果是配方出了问题，那应该是大面积发酵，味道是酒气，但现在罐头散发的气味是恶臭，封口处不贴合，有异响，这是杀菌不彻底和封口不严导致厌氧菌滋生才会出现的情况。一派胡言！明明是你的配方不对，敢不敢让我进去复核一遍机器参数？如果找不出原因，我当场去投案自首，牢底坐穿。大力，有信心吗？张厂长，您就放心吧。大家看，封口袋这里有细微的卷边不齐，如果不是机器老化，那就是有人故意在搞破坏。最关键的在这里，杀菌锅的温度记录簿看似正常，但大家请看压力阀的铅封。李师傅，作为全场最有经验的老师傅，这些问题你难道都没有发现吗？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你动的手脚？我一时没有注意。哼，人你说的天花乱坠，现在厂里就是用了你的配方，才生产出这么多劣质产品，你要怎么交代？张厂长，现在厂里还有原料吗？我亲自操刀生产一批罐头出来，自然可以水落石出。行，我这就给你调过来。几位老板，上次的事情实在非常抱歉，这次我们改进了生产工艺，重新生产了罐头，还请各位再次品尝，给出宝贵意见。张厂长，按说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我也不是信不过你，只不过上次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我整整2天没吃下饭了，这次不会再整什么幺蛾子了吧？要是不好吃，各位老板只管把我的头拿去当球体。哼，黄口小儿，等下我看你怎么死！你这小伙子倒是有意思，
也罢，那我就舍命陪君吧。我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水果罐头。我要800件，我要500件，500件，我要800件，500件，500件，我要500件。前几天的劣质罐头事故，差点砸了咱们厂招牌。幸亏王大力同志技术过强，临危受命，不仅挽回了损失，还保住了订单。我宣布，即日起聘请王大力同志为我厂高级技术总监，全面负责厂里的生产工作。大力，上来讲两句。感谢大家的信任，漂亮话我说不来，就一句话，只要有我在，往后厂里出的每一瓶罐头，我都敢往自己嘴里送。王大力，好厉害！赏罚得分明。这次事故的原因是由于生产主管李珠生监管不力，念在李珠生是老员工的份上，经厂办研究决定让他提前退休，职位不得由家人顶替。哼，先让你们得意一会儿，咱们走着瞧。你去那个村子盯着，我就不信他没有弱点。大力，这次多亏了你，才给厂里挽回了损失。这是1000块钱，还有一些工业票，你收下。张厂长，那我就不矫情了，以后我会给厂里创造更多收益。你这1000块绝对物超所值。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小婷同学，我想给爸妈买一点礼物，我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事情，能不能邀请你一同前往，给我做个参考？给你爸妈买东西干嘛要问我？我又不是你熟人。好吧，既然你诚心邀请，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吧。我说大力哥，你买了东西还要这样大包小包的带回来，生怕别人不知道吗？现在国家提倡多劳多得，勤劳致富。作为有能力、有见识的新一代青年，我挣到钱当然不能藏着掖着了。你可真够臭美的。哎呦，快看，那是大力！你的车可是大金鹿啊！还不止呢，你看另一辆车上的东西，茅台酒、呢子大衣、红塔山，这得值多少钱啊？浅了，肤浅了。大力自行车后座上坐着的丫头才是真正的宝贝呢。张叔，尝尝这个，这咱家。各位叔伯婶子，我出去2天，家里没什么事吧？能有啥事儿？我们都看着呢。你呀就还得委屈。可别听老张头的。大力啊，你快回去看看，刚才我见到墨家母女往你家去了嘞。王家发达了，就想过河拆桥啊！这么多年的婚约，说退就退啊！你们今天要是不拿500块钱补偿，我就死在你们家门口！我说王婶儿，我弟弟现在还被关着呢，那边要钱才能放人，求求你们帮帮忙吧！不是我们不帮，只是500实在太多了。要不这样吧，婶儿给你拿30。哎，妈，别拿钱给他们。大力呀，你可算回来了！你看你这孩子挣了这么多钱，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快把这些东西拿去送礼，把你小舅子换出来。想要送礼捞人，行啊，你让莫招娣先去公安局问问，行贿罪要判几年？莫大学生，前2天刚签的欠条，这么快就忘了？怎么，今天带你妈来是想提前还钱吗？王大力，你一定要做的这么绝吗？还和他们废什么话？赵叔，我记得诬告和寻衅滋事也是要追究责任的。王大力，你给我等等着！你会
记得准时还钱，少1分我就去你学校拉横幅。儿啊，爹以前糊涂，差点把你往火坑里推，往后爹不干涉你的选择了。墨家这对母女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嫂子，我刚从外地回来，就听到消息，王大力现在攀上高枝，和招娣解除婚约了。可不是嘛，他三叔，那小子现在抖起来了，翻脸不认人了，不单单解除婚约，还把小宝送进去了。我可怜的儿哟！小宝那孩子啊，虽然爱玩了点儿，但本质不坏。要是真判个几年，这辈子可就毁了。他三叔，你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千万要想想办法救救小宝啊！我家里可就他一根独木苗了。嫂子别急，我这不是给你找来贵人了吗？这位是民安罐头厂的陈主任，他在县城神通广大，办法自然是有的。我在公安局有熟人，只要运作一下，把赌资数额改小点儿，按治安处罚处理，也就是拘留几天的事儿。陈主任，你只要能救小宝，我们全家给你当牛做马都行。哎，婶子，不用当牛做马，只要你们配合我做一件事就行。你出面在村里说王大力收桃子给的价格低，赚了村民的差价，把原本属于大家伙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可是王大力给的价格已经是咱们这儿附近最高的了。最高？那又怎么样？只要村民觉得王大力赚了差价，他们就会闹，王大力就讨不了好。这是隔壁县罐头厂的介绍信，你把王大力的名声搞臭，让他收不到桃子，我给你做担保，让你负责那个厂在村里的黄桃收购，到时候想赚钱那不是简简单单。行，我干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大力啊，这下咱们村可都指望你了，1毛5一斤，这价钱真公道。可不是嘛，大力这孩子出息了不忘本，真是好样的。大家伙别被他骗了，王大力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心贩子。你们2个又准备搞什么花样？哼，搞花样，我们要撕开你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大家伙都说王大力收桃子的价格高，可你们知道罐头厂给了他多少钱吗？各位叔伯婶子，县里罐头厂的陈主任告诉我，王大力在罐头厂的收购价是2毛1斤，他什么都不干，1斤就赚了我们5分钱的差价。到底怎么回事？2毛和1毛5差多少来着？大力，这是真的？莫招娣，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了村里的桃子能卖出去，付出多少心血？收购桃子，我们要负责搬运、挑选，还有运输途中的损失。1毛5，我给的价格绝对公道。少说废话了，大家看，这是邻县另一家国营罐头厂的介绍信，他们让我来负责村里的桃子收购，我不赚差价，全部按照2毛来收。2毛钱，1万斤可就是2000块呀！招娣真不愧是咱们村的大学生，做事就是靠谱。大力啊，你别怪张叔，2分钱1斤真不少了。前进有致，把账本收起来，咱们走。
都堆这儿来，别乱了套。妈，你慢点儿，我记不过来了。记好了没？着急！别磨叽了，手脚麻利点。我知道了。大家伙儿别急，一个一个来。招娣，你看看这桃子，个个饱满，绝对没问题。招娣呀，婶子这桃子也有些小了点儿，不过绝对够甜。你看能不能凑合着收了？婶子，太小的话，厂里可能不要啊，我这收不了。要？怎么不要？只要是黄桃，我们都要。快收了，快收了！招娣，给六婶记上。行，记上了，一筐大概50斤。干得不错嘛，收了多少货了？陈主任，您看，村里的桃子都在这里了。这下王大力是死定了。我已经安排好了卡车，明天把货送到临县罐头厂。陈主任，真是太谢谢您了。咱们合作愉快。不过这些桃子你可以得好好挑挑才行。我会认真挑选的。行，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大力哥，咱们真的不管了。莫招娣根本就不懂收桃，万一收坏了，厂里不要，咱们村可不就乱套了吗？现在这种情况，咱们想管也管不了，还是不要操这个心了。大爷您好，我找供销科的老李，陈跃进陈主任介绍我来的。老李啊，他下午应该是去喝酒了，没来啊。你要是找供销科，直接进去就行。同志您好，我是隔壁县石塘村的，我们给厂里送来了一批黄桃。黄桃？我们厂最近不需要黄桃。怎么可能？陈主任跟我说好了的，只要我把桃子送到厂里，马上就能验货，给钱。验货给钱，说的轻巧。小陈那小子最近做事越来越离谱了。哎呦，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拿走，拿走！王大力呢？不好了！大力，不好了！莫招娣收的黄桃都被退回来了。意料之中，那些桃子都被拉回村口大槐树下了。莫招娣现在搁那儿哭呢，村民们都围着他，要他给钱。你快去看看吧。那就走吧。桃子都烂了，你是要害死我们啊！我可是指望自己钱买化肥的，现在全完了。这怎么能怪我们？是连明安罐头厂不讲信用，把货退回来了。大力来了！大力啊，你可得救救六婶啊！大家静一静。王大力，求你帮帮我，告诉村民这不关我的事。只要你能帮我把这些桃子卖了，我什么都答应你。帮你？你也配？乡亲们，我王大力只帮村里，不帮骗子。这堆桃子里挑出好的，我8分钱一斤收；烂的1分不收。剩下的钱你们找莫招娣要去。王大力，你这是趁火打劫！这叫商业规则，大学生，
你以为卖桃子只需要一张嘴吗？招娣啊，要是还不上这些钱，他们会不会把咱们家给拆了？凭什么？凭什么他王大力能顺风顺水，我就要落到这个下场？一定是他故意使坏，一定是他去临县罐头厂说了什么坏话，才害得我被退货。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关键是钱啊！招娣啊，我听说你那批桃子砸手里了。陈主任，你当初跟我说临县厂要收货，结果呢？你害死我了！那是收的桃子实在太差了，责任在你，怪不了我。你想翻身吗？你有办法？王大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那批罐头订单。只要这批订单出了问题，或者他的人出了问题，那不就万事大吉了？你什么意思？你只需要想办法进到王大力的办公室，放进去这个信封，我可以给你500块。这是什么？这是能让他受到处罚的材料。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难道想看着他以后飞黄腾达，而你一辈子有还不清的债吗？你先给钱，我帮你放信封。大力哥，你的动作也太大了，车间上下都在议论，说你这是在搞白色恐怖，连领个手套都要签字。这不叫恐怖，这叫规矩。厂子想要做大，就必须要精细化管理。只要行得正，做得直，谁怕签字？哼，装模作样，我看你能得意到几时？这都几天了，怎么还没进展？王大力办公室看得很严格，我根本没机会放信封。收了钱你敢不办事儿？信不信我让你弟弟永远出不来？我今晚就搬。莫大学生，这大半夜的，你是想找我谈心吗？我人赃并获，你还要狡辩吗？王总监，我这正忙着呢，你找我什么事儿？陈主任，你看看这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陈跃进，你指使莫招娣用假材料陷害大力哥，他已经全盘托出了。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易科长，既然陈主任不愿意体面，你就帮他体面体面。你干什么？我可是厂里的后勤部主任，有什么资格抓我？住手！
老易啊，岳静好歹也是厂里的中层干部，你这样抓着他，让外人看到了，造成的影响不好。先把人放了。领导，这俩人诬陷我！闭嘴！小田丫头，这是厂内部的事情，我们内部解决，你还是不要掺和了吧。我偏要管。刘副厂长这话说的不错，如果只是厂子内部的事，确实应该内部解决。可惜，陈跃进触犯的是法律红线。陈跃进，这些是你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私自贩卖原料的证据，每一笔我都查得清清楚楚。陈跃进，你涉嫌贪污及破坏集体生产，跟我们走一趟吧。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是大学生，我求求你们不要杀我，我还要当我的先生。王大力，大力哥，救救我！晚了，你决定害人的时候就已经晚了。终于把那两个讨厌鬼解决掉了。这次成功把陈跃进送进去做苦窑，等于是砍断了刘元朝的一只手。以后咱们在厂里就少了很多掣肘，能放心大胆干了。不能高兴得太早了。刘元朝才是那条真正的毒蛇，我们得时刻防备他反咬一口。大力，你有什么办法吗？厂长放心，只要我们继续推进厂里的改革，建立起完善管理的制度，刘元朝这样的小人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少。时间站在我们一边。大力哥，真不愧是你，太厉害了。厂长和公安局刘队长那边约好了，走吧。你就是莫小宝？对对对，领导，我是莫小宝。你知不知道，你姐姐也被王大力送进来？老实点！想不想出去？最近厂里的改革动作很大，我听到了不少风声。有人说我们在瞎折腾，有人说我这个厂长不近人情。我理解大家的委屈，新制度确实增加了工作量，这1个月大家都辛苦了。但我要告诉大家，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产品卖不出去，机器就要生锈，工厂就要倒闭。改革不是为了折腾人，是为了不被市场淘汰，为了让大家保住饭碗。场面话谁不会说？饼画的再大，到头来还不是压榨咱们这些苦力？你懂个屁！现在市面上什么行情？个体户都起飞了，厂里再死守着那套老黄历，咱们迟早都得下岗。张厂长也是为了厂里好。为了厂里好，我看是为了他的乌纱帽吧，整天和那个毛头小子一唱一和的，不干人事儿。各位工友，我在这里和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1个月来，厂里生产新款的黄桃罐头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甚至拿到了外贸订单，给国家创造了外汇收入，也给厂里带来了不菲的利润。经过厂办研究决议，这笔利润除了留下必要开支，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给大家发奖金，人手1份，保底不低于100块。张厂长英明，王总监万岁！咱们跟着厂里干，准没错。哟，刚才谁说人家瞎折腾来着？这会儿舌头不打结了。现在看到真金白银了，兴致能一样吗？这叫此一时彼一时也。跟着能带咱发财的人走，那叫识时务。李哥，你刚才那话我深表赞同。张厂长、王总监，我们坚决拥护领导决定，支持厂里改革。就让你们再得意几天。
都给我手脚麻利点。这批货一定要做的跟民安罐头厂的一模一样，标签、瓶盖一点都不能差。我和老板签名。王大力，你不是想做万元户吗？你不是想带村民致富吗？老子这就给你送上一份大礼。大力，你看看，不仅是县城的各大供销社，还有市里的商店也抢着要货。咱们这黄桃罐头算是彻底打响了。产量确实提上来了，但越是这个时候，质量把控越不能松懈，这是咱们厂的根基。口碑一旦砸了，再想捡起来就难了。从现在起，每一个批次都必须流量检测，出入库记录一定要详尽，每一罐都要有迹可循。放心吧，王大总监，这话你一天得说18遍，我们都记着呢。再说，现在工人们拿到了实际奖励，工作起来全都一丝不苟的，比咱们还要认真积极，出不了问题的。那就好，你们继续算账，我去车间看看。快点卸，这可是民安厂的罐头，现在翘得很，明天肯定得卖光。老板，这标签怎么有点糊了？罐头没问题吧？那是人家厂里赶工出来的，现在供不应求，标签还没干透就装箱了。这正说明是刚出厂的，新鲜着呢。老板，这箱底有点发霉了，闻着像是变质的味道，这真能卖？什么味儿？那是厂里的秘制香料味儿，让你干就干，废什么话？今晚卖完了，每人多发10块奖金。好戏才刚刚开始。张厂长，短短几个月，民安罐头厂在您的领导下，从濒临倒闭到出口创汇，请问您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呢？我最大的心得就是发掘了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来，大力过来，这是我们民安罐头厂的生产总监王大力。厂子能有今天的成绩，他功不可没。王总监，作为生产线的核心人物，您认为民安罐头厂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质量，质量，还是质量。工厂的每一道生产工序都要实名签字，就是为了能追溯到责任源头，让每一瓶生产出来的罐头都能保证过硬的质量。现在厂里的目标不仅是满足国内市场，我们还要加大出口，用实打实的优质产品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刘队长，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张厂长，近日来，我县连续出现多起食物中毒事件，经过我们调查，都与民安罐头厂生产的黄桃罐头有关。这不可能！我们厂的每一批产品都有流样检测，完全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好好看看，这是不是民安罐头厂的商标？现在情况紧急，所有生产线必须立刻停工。生产总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吧，有些问题需要你亲自去交代清楚。老张头，报纸上的照片是大力不？是你怎么说的？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罐头出事了，吃坏了人，大力他被公安带走了。怎么会这样？大力不是还说要带咱们致富的吗？哎呦，我今年又多种了3亩桃，要是以后都不收了，可怎么办呀？可不是咋地，我借钱买了好多桃树肥，如果明年不收，那就亏大了。大家伙聊什么呢？这么热闹。老张头，你藏什么藏？这么大的喜事儿，怎么就不让王家二老也看看？可能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
他连咱们村的桃子都挑最好的收，怎么会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大力一定是被人冤枉的。冤枉！报纸都印出来了，公安都抓了，还能有假？你就少说2句吧，积点德。我儿子女儿在里面遭罪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帮忙说句话？王大力那个脚底生疮、头顶流血的坏批，公安早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了。哦，小宝啊，你这派头，怕是县里那些干部都比不上吧？我就说我儿子是个干大事的人。妈，这身行头算什么？以后我带你坐小汽车、住楼房、去城里享福，让别人只有羡慕的份儿。那该好啊！哎，某些人呐，生个儿子没出息，只会作奸犯科，现在进去踩缝纫机了吧？活该！阿姨，别听他们胡说，大力哥是被冤枉的，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他很快就能出来。真的吗，丫头？大力真的能回来吗？一定能。叔叔阿姨，你们先和我到县里住，大力哥不在，我得照顾好你们。好孩子，真是好孩子，大力能遇到你，真是他的大福气。王大力都进去了，这种级别的女人留着也是守活寡。徐姐，怎么还在给那个废物王大力张罗呢？这种人不值得。滚！徐姐，你要是寂寞了，可以跟我。把你的嘴放干净点，以后再让我听到你说大力哥的坏话，就不是一个耳刮子这么简单。说，婶儿，咱们上车。小宝，走吧，咱回家。新来的挺能装呀，进来这么久，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是看守所，不是你家。哼，嘴硬是吧？哥儿几个，给他松松筋骨，让他知道这屋里谁说了算。不想他见我，就给我退后。退后！刘耀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来整我？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你来猜猜，我敢不敢真捅进去？你别想威胁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大彪是讲规矩的人。刘涨潮那种人，只不过把你当狗屎，你以为他会捞你？想想你身上背的案子，加这一条寻衅滋事，足够你把牢底坐穿。古惑仔不用脑，一辈子都是古惑仔。难道你真想打打杀杀一辈子？只要你帮我做件事儿，我保证出去之后给你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你想我怎么做？打我一顿，然后给刘耀晨闯个花就行。这么说，王大力这臭小子，在看守所里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了？是的，领导，我亲自去看了。王大力脸肿得像个猪头一样，话都说不利索。大彪说他熬不住了，求着要认罪换减刑。我还当他是什么人物呢？原来也是软骨头一个。不管他认不认，我要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你去一趟，告诉他，只要把罐头配方交出来，就能少受点苦。明白了，领导。只要你把配方乖乖写出来，大彪就不会再为难你。真的不会再打我了。快点写，不然回去有的你受的。我写，我马上写。这个高粘度可甲基纤维素钠是什么东西？罐头的口感要好，关键就在这个增稠剂。这是黄桃罐头成功的关键。
听都没听过，在哪里能买到？这是特殊工业原料，以前都是厂里通过特定审批才能进货，市场上找不到的。买不到？你写出来是耍我的？皮又痒了是吧？不敢，不敢，不敢！你到城南那家老周杂货铺，在那里能买到。有了这个，你们就能做出一样的味道。哼，你最好别耍花样，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王大力这个软骨头，为了不受罪，把老底儿都交代了。领导，只要有了配方，咱们做出来的罐头绝对能以假乱真，到时候可就发大财了。知道还不赶紧去做？把那个什么纤维素钠买到手，然后立刻开工，给我狠狠的生产。你们俩一块儿去，别出岔子了。要是有什么意外，你们就和王大力作伴去吧。领导放心。陈局长，厂里的眼线告诉我，刘元桃的手下已经出发去买原料了，您可千万让盯梢的同事看紧了。放心吧，只要他们敢买，我们就顺藤摸瓜，直接端了他们的老窝。这一次，我要让这群祸害食品安全的家伙牢底坐穿。动作快点儿，手底下麻利些。快点，快点！目标出现，已经装成完毕。动作快点！这配方果然神，一加进去，卖相立马不一样。明天发货，肯定赚得盆满钵满。专项督查，全部配合。督查！妈呀，这种环境生产出来罐头，人能吃吗？莫小宝，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付出应有的代价吧。妈，为什么我哪一点比不上王大力？冥顽不灵。儿子不孝，让您二老担心了。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大力哥，别说话，抱紧我。我爸妈还看着呢。领导，不好了！公安局直接冲进了城郊粮宿，莫小宝和那帮工人都被抓了。你说什么？领导，王大力给的那特殊配方就是一个陷阱，为了顺藤摸瓜找到我们作坊的陷阱，这下被一锅端了。的王大力，这泥腿子！跑，赶紧跑！那帮人肯定把我招出来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刘副厂长，这是急着去哪儿？搬家也不挑个好日子。刘元朝，我是县公安局陈长青，你涉嫌指使他人生产伪劣产品、贪污公宽及多项职务犯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污蔑，这是赤裸裸的污蔑！我是罐头厂的高级干部，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违法犯罪的事儿？刘院长，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这是莫小宝的供词，还有他每个星期给你汇款的单据，上面可是写的明明白白的。有什么辩解的话，你到法庭上说吧。我没想害人，
我只是想赚点钱。刘元朝，你不仅害人，你还毁了民安厂的招牌。你为了一己私欲，差点把几百个工人的饭碗都给砸了。你良心被狗吃了吗？小样的，还想跑啊？把害群之马抓起来，还咱们民安厂清白！那些烂尾的东西，可把厂子害惨了，把牢底坐穿！恶人有恶报，罐头厂终于把这颗毒瘤给拔除了，正义必胜。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了。各位工友，大家辛苦了。前段时间厂里出了乱子，我知道大家心里不踏实，担心厂子能不能撑下去，担心自己的饭碗。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害虫已经清理干净。从今往后，民安罐头厂只看本事和质量，不搞那些歪门邪道。为了奖励大家这段时间的坚守，厂办决定给每一位坚持在岗工人发放2个月的全勤奖。另外，这个月工资涨20%。这回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坚决拥护厂办决定，坚决拥护张厂长和王总监的领导。往后的日子，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把质量把控好，咱们的厂子就会越来越红火。虽然现在咱们的黄桃罐头销量很好，但是品种太过单一了。我这心始终悬着，市场有个风吹草动，咱们就被动了。厂长，我正想和您商量呢。我认为咱们可以尝试开发果酱、果干、水果蜜饯这些深加工产品，丰富我们的产品线。大力哥说的对，我上学时研究过消费趋势，现在大家手里有了闲钱，对这种即开即食、方便携带的小零食需求量那是蹭蹭往上涨。小婷，你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市场调研这担子你敢不敢挑？包在我身上。我正好联系了几个北京的同学，咱们做一份详细的市场问卷，看看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大力哥，你看这个，这么一小瓶，居然卖8块钱，这简直是在抢钱啊！这包装确实洋气，但味道嘛，也就那么回事儿。说白了，咱们缺的不是技术，是品牌和卖相。只要咱们把包装搞上去，口感做出来，这一块的市场凭什么不能吃下来？大力哥，你的手……啊，抱歉，一时着急没注意。没事儿。快看那边，还有好几种外国蜜饯，咱们去看看。根据刚才的配比，糖分再减少5%，口感应该最适中。真是的，这样不怕烫伤吗？嘿嘿，我这皮糙肉厚的，哪那么容易烫着？再说，只有自己尝过才知道准不准。小婷，这段时间多亏你盯着火候和记录，要是没你，新品没这么快研发出来。只要能把厂里的罐头做好，我辛苦点也没什么的。
蹭着了，快用冷水冲。尝尝，这是咱们的第一罐成品。甜度刚刚好，一点都不腻，草莓的香气全留住了。大力哥，咱们真做成了。这罐头确实甜，但我琢磨着，怎么都没你刚才那笑容甜。瞎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嘴滑舌了？小婷，其实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真是个呆子，人家的心早就给你了。莫招娣，把你的眼睛擦亮了，好好读读这张报纸。你的同伙全都落网了，主犯刘元朝已经被抓捕归案。从今往后，给我老实点，别再试图闹事儿，也别再把你那套冤枉的鬼二话挂在嘴边，没人会信。完了，全完了！刘元朝倒了，连小宝也被抓了。丧尽天良啊！大家快来看看啊！明安罐头厂欺负人啊！我儿女都被你们害进去了，你们难道就不能给口饭吃吗？差不多得了，你这老太婆天天来这嚎丧，也不嫌丢人。你那儿女干了什么事，自己心里没数，滚远点，别影响厂里生产。我找王大力。你找王大力干什么？跟我女儿有婚约。啊，这谁呀？这就是那个莫寡妇吧？听说她女儿跟王大力有婚约。没个好东西，我今天还不走了呢。哎呀，瞧瞧这是谁回来了？莫婶子，刚到监狱探望儿女去啦？你们笑什么？小宝和招娣都是被人陷害的。陷害？法院都判了，卖假罐头害人。莫婶子，以后咱们可得离你远点，免得沾上一身晦气。就是晦气，快走远点！看我不扯烂你的嘴！哎，你看，哎呦，你看他莫家的媳妇！大力哥，刚才门卫跟我说，莫家那个老太婆在门口闹了一阵，被骂走了。哦，是吗？你不打算去看看？毕竟曾经也算是亲戚一场，要是闹得太难看，怕是会影响你的名声。他们一家罪恶多端，已经遭到了报应，我才懒得管他们。我现在只关心咱们的新产品能不能按时上市，这可是厂里翻身的关键。还有，星期天的电影票，你买好了吗？放心吧，票早就买好了。张厂长，大力，不行了，市里的几个大批发商都不愿意拿咱们的货，说咱们的货太贵了，卖不出去。仓库里积压的罐头都要堆到顶了，再不处理，包装都要受潮发霉。这肯定是周边几个罐头厂搞的鬼，他们联合起来打价格战，
就是为了把咱们挤出市场。这几分钱的差价，能活活断了咱们的生路。他们不仅仅是打价格战，还给店铺返点，买断了货架最好的位置。咱们的罐头都堆在角落里吃灰，连顾客的视线都进不去。现在县城的小副食店也不太愿意和咱们拿货了，人家说摆谁的货都是卖，卖别人的返点高，卖咱们的还得费口舌。再这样下去，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别慌，我来想办法。说了多少次要把嗓子抽坏吗？答应我的戒烟又当耳旁风。一时心烦，忘记了。哎呀，工作呢是做不完的，别太逼着自己了。大力哥，要不你和我去北京散散心吧？小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能带我们去看节目呢。去北京，哪有那闲工夫？北京，中央电视台打广告。小婷，你真是我的好宝贝。走，我们明天就去北京。李主任您好，这是我们民安罐头厂的产品。民安罐头厂，听都没听说过。同志，你们知不知道想上电视台广告的企业有多少？上海的、广州的，哪个不是知名的大品牌？你们一个县级小厂，资金够吗？别来浪费我的时间了。李主任，民安罐头厂虽然只是县级厂，但我们有最好的产品，缺的只是一个让全国人民认识我们的机会。你们这罐头包装虽然不错，但谁敢保证真的好吃？李主任，您尝尝，绝对好吃。我从来不吃这种东西。口感确实不错，但光有好产品还不够。你们有钱吗？李主任，费用大概是多少？20万。大力哥，那可是20万块呀！厂里所有的流动资金了，要是广告播出去没效果，咱们拿什么发工资？拿什么去收购下一批原料？风险太大了。小婷，你说的我都明白，但如果我们就守着县城的1亩3分地，做一点点外贸业务，那民安罐头厂永远只能是个小厂，成不了气候。咱们要做就做全国最好的罐头，广告费不是消费，是投资。只要广告打出去了，全国的经销商就会涌过来，到时候利润会是现在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大力哥，我相信你。如果这次不成功，我只能回家求爷爷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能赢。导演，咱们不需要那种花里胡哨的演法，我就想突出4个字：天然、实尺。把最真实的一面拍出来，把石塘村的土地，把咱老百姓勤劳的双手拍出来，这就够了。乡亲们平时干活怎么可能穿这样的衣服？还是要换一换。大力同志，你这思路很有创意，但没有人这样子拍过，我担心有风险啊。有风险我担着，你放手干就行。行，开机。石塘村的好山好水，造就了民安罐头的好味道，不添加，不作假，这就是民安对全国消费者的承诺。大力哥，拍得太棒了！购往继续到今年驾驶，呼吁救援区另行办起阶段。听说厂里砸进去20万，这要是不成，可怎么办啊？不成，大家就要一起下岗了。去，乌鸦嘴，一定会成功的。大力，你说这广告真能行吗？厂长你就放心吧，咱们的罐头质量过硬，只要一个广告就能把全国的消费者都拉过来。
那是我的镜头，我上电视了。看了那广告，我都想买2瓶自己吃，做的太好了，真真切切的。好的。河南平顶山发货1000件黄桃罐头。喂，您好，北京友谊商店要2000件黄桃罐头，1000件草莓罐头，对吗？好，我记下了。张厂长，王总监，这段时间可给我们累坏了。中午食堂加了鸡腿，大家都有。好。大力，这次广告打得太值了。小姨，全国各地的供销社、百货商场都在和我们买货，订单多到根本接不完。也不全是好消息，这么多订单，现在依靠库存还能顶得住，想要扩大在场产，原料和生产线都要早做准备了。别怕，既然敢接单，我就留了后手。小婷，带上笔和本子，跟我去趟食堂村。乡亲们，现在咱们的罐头卖到了北京、上海，甚至卖到了国外，但是现在桃子不够了。大力啊，不够能咋办嘛？咱村桃树就那么多，也变不出来桃子啊。我的意思呢，把周围乡镇的桃子都收过来，统一供应给罐头厂。大力啊，你这孩子犯什么糊涂？你收了别村的桃子，以后咱们村的可怎么办？对呀，大力，这样咱们村可就亏大了。你是食堂村的人，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呢？去便宜外村人呢？我明白大家伙的担心，但是呢，随着罐头厂对原料需求越来越大，标准要求越来越高，之前的散种模式已经不行了。如果果子大小不一，糖度不稳，一旦罐头厂不收了，那是断了咱们村子几10年的饭碗啊！我提议成立食堂村经济合作社，咱们拿钱入股，到周围村镇收购黄桃，统一挑选、清洗，然后卖给罐头厂，咱们自己不用种地，也能挣到钱。我信大力，咱们这日子都是大力带起来的，我第一个入社，算我一个，也算我一份儿。感谢大家伙的支持，想要加入的乡亲就来我这里登记按手印。哎呦，这不是王总监吗？今儿什么风把财神爷吹到咱们这穷旮旯来了？赵村长，我妈就是你们村的，说起来咱们也算一家人了，您叫我大力就行。大力啊，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我看过了，现在你们厂的黄桃罐头可是全国知名啊！食堂村跟着你可算过上了好日子了，什么时候也带带咱们村，让我们沾沾光。我这不是来了吗？你看看这份计划书，你们村加入合作社，我负责提供优良的黄桃品种和技术指导，罐头厂优先收购你们的果子，咱们抱团发展，共同致富。此话当真？当然是真的，只要按标准来种植，我保证比你们自己去市场上卖多挣30%。行，王总监，我回去做村民工作，保管给你带来好消息。那边东边村的桃子先别乱放，按照大小、甜度分好类再装车。大力哥，你真是神了！以前村里自己卖桃，要等老板来采购，还会被压价。现在咱们统一调配，不仅卖得快，价格还高，这就是整合供应链的力量。老大，你怎么老是说一些听不懂的词儿？大力哥，刚才那边统计了，
今天入库 A 级黄桃5万斤 ，B 级黄桃8万斤，能满足工厂1个星期的生产需求。好，通知财务，今天就把钱结给乡亲们，不要拖欠。王总监，以前俺们村的桃子烂在地里都没人要，现在可好，不仅不愁卖，入股合作社还能拿分红，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啊！这都是大家伙信任我，只要咱们严格按照技术标准种果，把好质量关，我就敢保证咱们的果子不愁销路。糟身的王大力，他不让我加入合作社，现在别人都挣到了大把的钱，就我们家没有。招娣啊，你和小宝进去这1年，妈过得苦啊！王大力，你害我和弟弟入狱，害我被学校退学，一笔一笔，我会慢慢和你算清楚。同志，我们现有一个所谓的经济合作社，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负责人利用合作社的名义私下倒卖物资，剥削农民，严重破坏了集体经济，这是典型的投机倒把。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县不处理吗？负责人在县里有保护伞，根本没人管。这是你们的钱，点点。都停下！所有业务立刻停止！您好，我是石塘村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你就是王大力吧？有人举报你们合作社投机倒把，破坏集体经济。现在上级要求立刻封存账本，接受全面调查。封账？我黄桃都称完了，还没给钱，凭什么封？我就说这是资本主义歪路。现在鸡飞蛋大，谁负责任？老乡别急，相信王社长会给交代。交代个屁！我要钱！您好，您看能不能先把……少废话！谁知道你们账本有什么猫腻？付！这是釜底抽薪啊！一旦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罐头厂的原料渠道全都要受到影响，订单交不出去可怎么办？现在政策模糊，是不是投机倒把只在别人一念之间？大力哥，不好了！几个村的果农都聚集起来了，在外面吵说法呢。带头的人嗓门大，已经有人在喊咱们是骗子了，场面快压不住了。是福不是祸，出去和乡亲们解释清楚。还我血汗钱！再不给，我就一把火烧了这村委会！王大力那个缩头乌龟呢？让他滚出来给个说法！钱拿不回来，我闺女开学的学费就没着落了，这还咋过啊？我说一句。我知道大家伙急，这钱是咱1年到头在地里刨食，风吹日晒换来的，搁谁身上谁能不急？话都说得漂亮，钱能回来吗？先听王社长说完，你急什么？我也明说了，现在账本被工商局查封，钱也被收了，这是事实。你们怕钱打了水漂，我也怕，但只要我王大力还有一口气，这账他就烂不了。哪怕砸锅卖铁，我也会还。老乡们，咱们摸着良心说，合作社这1年来带大家挣了多少？没合作社以前，咱的水果烂地里都没人要，是谁帮咱把销路打开的？人呐，不能忘本。现在合作社遭了难，咱不帮忙也就罢了，怎么还能先乱了阵脚？7天，给我7天时间，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大伙查清楚，给个交代。现在都先散了。回家等着，别在这让人看笑话。大力哥，市工商局的人可不好对付，
要不要请我爷爷出面？哎，这点小事儿不用麻烦老爷子。小婷，把咱们所有的入股合同、合作协议，还有上报到县里的备案文件全找出来。既然他们要查，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摆在桌面上让他们查。张科长，这是石塘村经济合作社所有的原始备案材料，每一分钱的去向都有据可查，还请过目。看起来倒是有模有样。不过你这低买高卖的行为，还敢说不是投机倒把？张科长，如今国家提倡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合作社为广大乡亲寻找水果销路，指导种植技术，也是付出了劳动的，获得收入是理所应当。更何况合作社运转也需要资金，总不能为爱发电吧？好你个王大力，还敢跟我咬文嚼字！你那一套资本主义的歪理邪说，在公有制的土地上行不通。我看你就是打着集体旗号，中饱私囊。怎么样，张科长怎么说？张科长是个老派的干部，还是信奉以前那一套，想要说服他难于登天。小婷，你能不能请北京的经济专家来村里实地考察？我要证明给他们看，咱们的合作社不仅不破坏集体，反而能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没问题，我导师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一直在关注农村经济改革。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案件，更是一场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论证。林教授，您看看，这是我们合作社与种植户签订的合同。强制种植户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统一采购，表面看起来是在搞产业化，往深了看，是把农民的生产自主权给剥夺了。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是把农民兄弟重新当成佃农来剥削。林教授，从课本理论上看，您说的似乎有点道理，但只要您去田间地头看一看，和农民兄弟聊一聊，就能发现，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分散化种植，已经无法适应如今开放的市场了。种植户单打独斗，不仅买肥料买贵了，卖水果的时候还得看粮贩子的脸色。我让他们统一，是为了让他们有话语权，是为了把大家的力气拧成一股绳，去跟大市场博弈。我王大力不想当什么地主，我只想让乡亲们种出来的东西能卖出个好价钱。你这个小伙子，道理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小婷，陪我走一趟，我们下乡调研。好的，林教授。张科长，我这几天走访了石塘村及周边3个乡镇，采访了超过100户果农。这是我整理的农村集体经济合作模式效益分析报告。我们来看数据。过去，农民3户单打独斗，果子运不出去，厂子收不上来，综合损失率高达20%到40%。张科长，难道这也叫剥削吗？林教授，看起来确实提高了收益，但这个模式把经销渠道掌握在个人手里，这就有了投机倒把的嫌疑。张科长，种养开会可都说了，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连这种帮助农民致富、抵御市场风险的尝试都要被定为投机倒把，那我们还要不要发展农村经济了？我可以向上级领导申请撤销对合作社的调查，但是在结果出来之前，你必须给我老实点。没问题，绝对配合。谢谢张科长，谢谢林教授。老张，报告我看完了，那个石塘村经济合作社真的像你写的这么好？领导，刚开始我也不信，可当我查遍了账目，每一分钱的去向都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当地农民对于合作社十分支持。实事求是是我们工作的生命线。你之前的果断封存是出于谨慎，初心是好的。现在既然调查清楚，没问题了，那就撤销立案。后续所有的财务数据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备，接受严格监管，确保农民的血汗钱安全无误。好的，领导，我们不单单要监管，更要给予必要的支持。这样，市里还有一个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试点名额，就给石塘村经济合作社吧。这件事儿你亲自去办，态度一定要端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张长，结果怎么样？幸不辱命。各位乡亲，经过调查，石塘村经济合作社账目清晰，运营合法合规，经上级领导部门特批，石塘经济合作社正式成为本市农村经济改革试点单位。王社长，市领导对这个项目很是关注，你要好好干。乡亲们，咱们的合作宝保住了！从今天起，合作社不仅不会散，还要继续扩大。王社长好样的，咱们听王社长的，跟着合作干到底，跟着大力走，发财不用愁。为什么？王大力为什么又能逃过一劫？连市里的大官都拿他没办法，咱们就不要惹他了。不行，我的人生已经毁了，大不了和他同归于尽。烧了，只要烧了就干净了。王大力，这是你逼我的。谁？招爹呀，别一错再错了，听妈的话回家，咱等小宝出狱，好好过日子。莫招娣，这条错路你还想走多远？招娣，你快回头吧。王大力啊，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疯女人！我疯了，王大力，你为什么要回来？我明明可以改变命运，明可以过上的好日子，都是你！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把人扭送派出所，清理邮寄，消除隐患。赵师傅，您尝尝。哎，果然是好酒，我一个月就挣100多，可难得喝一次啊！想喝还不简单，咱几十年交情了，明人不说暗话。我现在和外国人合资开了一家罐头厂，就缺你这样的技术骨干，过来帮我怎么样？老钱，我在民安厂干得挺好的，旱涝保身，而且厂领导对我也不错。老赵，现在是市场经济，你这老一套的思想要改改了。只要你过来，保底工资500，奖金另算。听说你儿子最近相中了一个姑娘，女方要电视、冰箱、大沙发才肯嫁，这里是3000块，你看看够不够？行，我干了。你再帮忙动员动员，看看厂里还有谁想来的，拉来一个熟练工，我给你300。赵师傅、陈师傅、大柱哥，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现在厂里正是忙的时候，实在离不开你们。王总监，对不住了，外面给的实在太多了。这样吧，我去跟张厂长申请，给你们几个核心技术员单独增加一档技术津贴，每月50块，大家一起把厂子做大，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王总监，国营工厂的工资有上限，以后做大了又怎么样？你还能把厂里的利润全分给大家伙不成？这都是集体财产，不能随便破例。但我向你们保证，王总监，人家京华食品厂直接开出3倍的工资，还给安家费。你年轻，能谈理想，谈未来，我们要养家糊口，只能认钱。王总监，你是个有本事的，但我们这把老骨头等不及了。辞职信放这儿，我们下午就开始交接。大家伙互相看看，有没有人受伤？王总监，没人受伤，但是主传送带的轴承断了，连带着电机也烧了。赶紧想办法抢修，必须尽快恢复生产。王总监，这台机器是50年代苏联的老古董了，以前都是赵师傅他们凭手工经验修修补补，现在他们被挖走了，我们几个根本修不好啊！屋漏偏逢连夜雨，敌人这是打到了我们的软肋上啊！
大力，你想买新设备？厂长，现在车间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那几台老机器早就到了极限，随时都有报废的风险。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摆脱对少数工人的技术依赖，我们必须引进全自动的现代流水线。只怕上级部门不同意啊。为了那些还在车间里辛苦工作的兄弟姐妹，再难也得试试。周科长，这是我们民安罐头厂的设备进口申请，如果成功引进，我有信心把产能翻3倍，产品质量也能再上一个台阶。大力同志啊，你们厂最近的成绩，县里是肯定的，但是购买生产设备，毕竟不是到市场买菜，还是要从长计议才行啊。周科长，现在我们厂面临其他企业的恶意挖角和设备老化报废的双重打击。如果再不引进新设备，几百号工人的饭碗随时都有可能保不住啊！设备老化，你们就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动手修嘛。人才流失，你们就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嘛。凡事要多自己想想办法，不要总是向政府伸手要帮助。购买设备需要层层审批，这个流程走下来，最快也要大半年。你们真要申请的话，就先把报告放着，回去等消息吧。大半年太久了，您能不能通融通融，特事特办？规矩就是规矩，我这里通融不了，你们赶紧回吧，我马上还有一个会要开。我的老战友刘元朝、女婿陈跃进都被你给送进去了，还想我帮你？做梦吧！我看这个周科长就是故意卡着我们的。不要在意这种小人，我就不信活人还能给尿憋死。工业局不给我批桃，我就去其他厂问问，他们卖不卖机器？到其他工厂买机器。大力哥，你等我一下。设备怎么办？大力哥，天无绝人之路，林教授可以帮到我们。林教授有办法？他不是只搞研究吗？当然有办法了。林教授不仅研究农村经济，也参与很多国营大厂的体制改革调研，全国各地有不少工厂都去过。他认识的人多，路子广。他告诉我，南方的遂城有一家大型国营食品厂，因为盲目扩大产能，转型失败，正在进行破产清算。有一批8成新的半自动生产线，正准备按废铁价处理掉。小婷，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我下来，大家都看着呢。哈哈哈哈哈哈！只怕上级部门不同意啊。什么？厂里拿不出运费和安装费了，生产线都买了，怎么到临门一脚给难住了？工业局把厂里的户头给冻结了，不让咱们用钱。一定有人在背后搞鬼。先是不给我们批条子买新设备，现在就连买2手设备也要被卡脖子。厂长，现在厂里还有多少钱？还剩5000块，而且这5000块钱还是咱们收果子的钱，是万万不能动的。如果收不到果子，厂子依然是死路一条。我们向工人借钱，集资渡过难关。向工人借钱？厂里几百号人，每个月就指望那100几十块钱工资养家糊口，凭什么借给你？我打算在厂里做股份制改革。什么是股份制？小姨，股份制简单来说，就是让工人们自愿掏钱购买工厂的股份，工厂拿到钱去运转，年底赚了利润，再按照大家买的股份比例进行分红。以前厂子是国家的，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积极性都不高。如果工人成了厂子的股东，那就是在给自己工作。每卖出1瓶罐头，他们兜里就多1分钱，干起活来可不就不一样了？不行不行，这不就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吗？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大的风险？张艳芳小组，万一查下来怎么办？厂长，
刀已经架在咱们脖子上了，不改，厂子马上就得死；改，还有机会活过来。出了天大的事儿，我来顶。我来顶，出事就抓我。下午3点，召开全场大会。工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厂从南方订购了3条半自动生产线，只要顺利装上，就不用担心厂里停产了。但是，厂里的户头现在被工业部冻结，拿不出钱来，物流费、安装费全都没有，机器运不回来了。工业部那些老爷干啥啥不行，为难起人来倒是一套一套的。我去和他们拼了！工友们，静一静，大家都静一静，我还有办法。既然工业部不支持，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救自己。厂办决定发行内部股票，50块钱一股，大家自愿认购，上不封顶。以后民安罐头厂大家都是老板。掏钱买股份，王总监，你这是要带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不行不行，国营厂就该国家管，哪有自己集资的道理？2个老古董，你们去南方看看，这样干的厂子多的是。我可以证明，我大舅表哥就是在皖市的，他们厂搞了股份制以后红火着呢。各位罐头厂的工人兄弟，先听我说一句，过去1年多，是王社长带我们几个村的人搞合作社，让我们果农赚到了钱。可如果厂子倒了，果子就只能烂在地里当肥料，这不是生意，这是咱们2家的命根子。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咱们果农和你们工人就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了谁。王社长，这是我们合作社凑出来的13621块8毛9，能买多少股？对，就是这里。老乡们都掏心掏肺了，咱们还能当缩头乌龟？王总监，我出100，不，我出200，买4股。我把儿子娶媳妇的彩礼先拿出来，买6股。张叔，谢谢你，谢谢大家。诸位，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王总监，产能翻了整整4倍，次品率几乎为0。好，开足马力，把那些欠下的订单统统给我交出去。同志们，因为引入了新设备，咱们厂下半年销售额连攀新高，纯利润突破100万大关。下面我来念名字，大家按顺序上台领分红。第一个，石塘村经济合作社，分红36281块9毛。张叔，回去给大家伙把钱分了。第2个，郭胜利，分红。好你个王大力，拿国有资产发横财，我看你是活到头了。赵主任，我要举报民安罐头厂厂长张艳芳和生产总监王大力。简直无法无天，打着股份制的幌子，把国营厂变成了自己的私产。这股歪风邪气如果不刹住，咱们的公有制经济就要变色了。带上人，我们去民安罐头厂。王大力、张艳芳，你们涉嫌私分国有资产，从现在起停职接受调查。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愿意配合调查，但厂里还在生产出口创汇的订单，请不要停工。创汇，资本主义的毒草长得再好也要拔掉，带走，带走！谁也不许带走王总监和张厂长！对，不许带走！大家请冷静，就当我和张厂长休假几天，很快就会回来。爷爷，
您这次一定要帮帮我。真理不辩不明，实践才能出真知。现在的年轻人有想法有干劲儿，就给他们一个解释的机会，也是给改革一个机会嘛。好的，好的，老领导，您放心，我会亲自过问，安排一场公开的座谈会。股份制就是私有化，王大力巧立名目，把属于国家的利润装进了私人的口袋，这是典型的走资派。两位的观点，恕我不能苟同。咱们就拿数据说话。改革前，民安厂连年亏损，依靠财政上面的补贴才能发得起工资。改革后，上缴的利税翻了10倍，还带动了周边5个乡镇的发展，还创造了巨额外汇。各位领导，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走路的人知道。我们不能死抱着教条，饿着肚子谈主义。小伙子说的不错，改革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副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应该大胆的试，大胆的闯。王大力同志，你的胆子很大，也干得很漂亮，你趟出了一条国营企业盘活资金、激发活力的好路子啊。至于有些人嘛，思想固化，拿着鸡毛当令箭，不仅不为企业解决困难，反而给改革者穿小鞋，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好人民的公仆？小婷，这次幸亏有你，不然厂子就危险了。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咱俩还分什么彼此啊？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大力哥，这是怎么回事？小婷，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只要是你，我都愿意。改革的路上布满荆棘，但只要我们心里装着老百姓，敢为天下先，中国经济的腾飞必将势不可挡。乡亲们，前几天有人问我，大力啊，你现在是全国知名的青年企业家，赚的钱够几辈子花了，还在这儿没日没夜的瞎折腾什么？图个啥？就是，可不嘛！大家伙都好奇，大力你倒是说说，到底图啥？因为我王大力一个人富，那只能叫有钱。咱们全村人腰包鼓起来，那才能叫幸福。想想以前，咱石塘村吃粮靠天，出门靠腿，是远近闻名的穷窝子。可现在呢，咱们有了自己的厂，有了自己的产业，大家手里有了饭碗，心里有了底气。石塘村能有今天，全靠大力带头。没有大力，哪有我们的好日子啊！我打小就看大力这孩子不一般，长大指定有出息。但这还不够，集团已经决定在邻近的后山村、石尾村、大塘村都建立分厂，把咱们这里的加工链条延伸过去。我要让邻村的乡亲们也一样在家门口拿工资，也能过上咱们这样的好日子。小雨啊，慢点跑，小心别摔着。大力哥，有你真好。老婆，这话应该我来说才对。还是这么油嘴滑舌。疯了也好，疯了就没烦恼了。莫招娣，我们扯平了。